1998年夏天，济南市文物商店来了一位顾客，经理崔明全接待了他。有一个章丘的农民拿着这一块金块到我们这个店里来。老师，这是文物店吗？他呢，一个是让我们看一看是不是黄金。经过测量，金块的含金量为99.9%。那这样我们一看呢，这个东西图案很好，一看是个古代的东西，应该是文物了。经验丰富的崔先生不由产生了一丝疑惑：这些珍贵的文物是从哪里得到的呢？他说这个东西呢是他们罗庄旁边有一个大土堆，说农民都上那个地方去用土。他家呢盖房子取土的时候，在房基里边发现了这两件东西。1年后，1999年夏天，就在那个农民所说的骆庄，就在骆庄旁边的那个大土堆子旁，修路取土的现代化推土机一铲子下去，铲出了一堆古代器物。人们联想起1年前的事情，隐约感觉这个大土堆非同寻常，厚厚的黄土下面似乎隐藏着什么奥妙。骆庄是山东省章丘市枣园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。村子不远处有省级公路干线经过，骆庄人要进城很方便。平日里，骆庄人过着农村人悠闲的生活，时间流淌得缓慢而平静。骆庄人种大葱很出名，前些年他们的大葱开始专供出口，骆庄人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但是农家人还是农家人，坐在家门口望望地里的麦子、大葱，心里头就乐滋滋的。千百年来，骆庄人好像都这么过，谁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在他们这一代出现什么变化。在村西1公里的地方，很久以来就有一个硕大的土堆子，当地人叫它种子。一片开阔的平原上，突兀地竖起这么个大土堆，似乎有些奇怪，但村民们早就习惯了，也就见怪不怪。自打小时候啊，俺就经常上去玩的。这个种呢也很高很大的一个东西，是吧？这个顶子上面可能能80个来。这么的呢，如果从这边上去那边下去，咱们得用20分钟的时间。土堆上的土特别瓷实，村民们老来取土盖房子。老人说，这个种子原来有20多米高，后来取土多了，只剩下几米高，四周还被刨得坑坑洼洼的。1999年夏天，修路取土的推土机铲出了一些古代器物，这叫所有骆庄人大吃一惊。原来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竟然埋藏着巨大的秘密。很快，考古人员来到现场，查验出土的古代器物。当时还在山东大学考古系工作的崔大庸教授也被请来，参加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对现场的初步勘查。
崔教授在看完文物后，心思却跑到了别的地方。我们到现场一看，我对这个现场的这个场面呢，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吃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看，在这个出铜器的这个北半部分是有一个大的长溜的一个土堆儿。由此呢，我们判断了可能这是它的封土，因为上面有那个夯土啊，一层一层的那个表现得很清楚。封土外围露出了几个地下坑穴，但是很遗憾，已经被盗墓贼破坏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发现，只有一些兵器、剑簇、盾牌和盔甲的残迹，和一些彩绘的陶器等。唯一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些残留的彩色图案色泽艳丽，像新的一样。专家一眼认定，这些图案带有明显的汉代特征，古墓很有可能属于汉代。与此同时，考古队员又在周围不停地钻探，初步摸清了墓葬的封土范围，大概是200米乘200米，大约4万平方米。这个规模让考古队员们吃了一惊。在西汉的时候，有些皇帝陵的封土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，这样大的规模，相当于或者超过了某些帝王的陵墓的面积。封土呢是个方形的覆斗形的，这是符合当时候的制度的，也就是规格比较高的墓葬。谁也没有料到，一个平常的村庄里，一个不起眼的土堆，竟然埋葬着一位显赫的人物。按照村民的回忆，几十年前封土比现在要高得多。那么当古墓刚刚完成时，它又是怎样宏伟的景象呢？究竟是谁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墓地？从骆庄往西几十公里，就是山东省的省会济南。今天的济南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，但老人们的生活中仍旧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余韵。济南历来有泉城的美称，许多清冽甘美的泉水从城市当中涌出，汇成河流和湖泊。盛水时节，在泉涌密集区呈现出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的美景。济南作为山东一带的中心城市，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之前，山东一带的统治中心叫东平陵。这里就是东平陵古城遗址，是中国宝。站在古城高处，放眼望去，不远处的那个小村庄，就是骆庄。两者之间距离这样近，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那骆庄汉墓的主人，会不会就是东平陵城中的什么人物呢？答案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结果。骆庄汉墓的发掘在继续，现场又暴露出了一些地下坑穴。考古学家判断，这些地下坑穴分布在封土周围，距离主墓室有一定距离，属于陪葬坑的性质。在汉代，一般只有皇帝和王公的墓葬才有资格拥有陪葬坑。难道这里埋葬着一位神秘的王公吗？
在清理一座地下坑穴时，考古队没想到第一批文物那么轻易的就冒了出来。发掘几千土之后呢，就出来几件金器。这几件金器呢，以前呢没见过。当然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像一个动物的一个头，上面呢还有刻着很细的这个花纹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后面带这个半圆形的这种东西，我们叫做节约。从这两个东西看呢，我们觉得可能和车马器有关。它的主人肯定十分富有。就在发现金器后不久，考古队发现了马坑，清理出了7匹马的骨骼。在这些骨骼旁，又清理出了许多纯金、鎏金、青铜、铁制、骨制的马具和马饰。马坑南侧的一个坑里，留下了很多木头的痕迹。考古队采用石膏浇筑的办法，发现原来这里曾排列着许多造型灵巧的小木俑和小木马，木头已经全部腐烂，只留下轮廓和少许的颜料。这些兵士俑的脸上残留着当年土上的红色。军士们有的背着剑，有的拿着戈，有的神气地跨在骏马上，排列成一种古老的曲字阵型。这是一支微型的仪仗队，护卫着主人的地下世界。虽然已无法完全复原当年的阵势，但人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墓主人生前的势力和威严。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和地位呢？2000年春节到了，考古队暂时撤离考古现场。骆庄的人们和往年一样，热热闹闹地过节。午夜时分，几条黑影悄悄窜上了骆庄墓墓顶。借着鞭炮声做掩护，他们挖出炮眼，埋入炸药，实施爆破。爆破前，木质的车早就腐烂，只留下轮廓的痕迹。少许残存的漆皮上，还清晰地保留着彩绘的几何卷云图案，花纹纤细流畅，可以想见当年车上的装饰有多么艳丽。车在中国的发明，可以推到大约4000多年前。车不仅是运载工具，还一度在战场上显示出无比的威力。到东周时，战车成为各诸侯国军队的标准装备，战车的数量成为一国军力大小的标志。骆庄汉墓车马坑一共清理出了3辆大车，每车4马，车马饰件齐全，属于实用车。不过，它们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战车。4马拉车在古代来说，这是规格很高的这个车。那加上车呢是彩绘的，车的车轮子呢是红的，车上的这个构件和马上面的马饰品，绝大多数都是镀金的。那肯定是王车了，肯定是王传统的车，因为文献上记载，那么王乘坐的车是猪龙华骨，金涂五墨。这表现这个高规格的车的这种，因为古代在这个车的使用上，它是有严格的等级的规定的。一批专家专门来到骆庄汉墓，检验车马遗迹。仔细审看的结果，却让他们迷惑。这3辆车的样式和山东地区已经发现的车的样式很不相同，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复原后的车马更清晰地表现了独特性，它显得特别的尊贵和高雅，有一种王者气派。考古人员发现，这辆车和在陕西秦始皇陵墓发现的秦代铜车马1号车如出一辙。
特别是车耳的造型几乎一样，连上面做支撑用的铁件数量都完全一致。车前面同样放着防护用的弩机，不同的是，骆庄发现的弩机、弩折和箭符都是实用物品，弩机上清晰地留下了使用过的痕迹。这套弩机制作精良，箭头锋利，具有很强的杀伤力。秦始皇陵铜车马出土后，人们在马身上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小构件。由于当时的车是单元车，马在奔跑时容易互相碰撞，于是古人发明了斜驱，让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。在以往的考古挖掘中，从没有发现过斜驱的实物，但是在骆庄的车马坑里，人们看到了真正实用的斜驱。所有细节都说明，骆庄的车马来自千里之外的他乡，而车的形制使得考古人员基本确定，墓葬的所属年代很可能是和秦非常接近的西汉早年。当秦始皇开始他统一六国的征程时，战车作为实用装备，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而让位于骑兵和步兵为主力的先行军队。但是豪华马车仍旧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宣扬权力的专利。史书记载，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，大臣们密不发丧，就是用安车把他的尸体运回咸阳的。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，让后人有机会想象皇帝的威风。马和车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，连最普通的配件和装饰物都做得相当考究。比较起来，骆庄的马车在这方面毫不逊色。勒马用的节约、镀带、装饰马的饰物，每一件都是鎏金铜制，有的还镶嵌着绿松石。虽说是小东西，也花了工匠不少功夫。这些奇形怪状的小动物，连嘴巴、鼻子和毛发都雕刻得非常细腻。在秦始皇的铜车马上，有一个用来固定马龙头的当炉，显示出皇家才有的富贵气。但是，当人们发现骆庄墓主人的马车时，却看到了两个更加华丽的鎏金青铜当炉。当炉上雕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，它长着漂亮的马头，身子却是腾云的龙。到了下面又出现了马蹄，这也许就是古人心目中的神马。什么人能使用这样高档的车马？他难道比不可一世的秦始皇还要奢侈和骄横吗？他的车和秦始皇的车如此相像，难道他和秦始皇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？当车马坑的清理挖掘还在进行时，由考古队副队长房道国带领的另一个工作组，在墓区北侧开始了新的钻探。不出所料，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陪葬坑。这些坑穴里又会出现什么物品呢？在陪葬坑的中央部位，也有距北壁大约有10米左右的时候吧，发现了一个小铜环。这铜环呢，虽然也就这么直径大概有5公分吧，当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当时呢，上面还有木头的痕迹。
我们轻轻的用刷子和竹签往下做，在最南边呢，有最高的地方呢哈，发现了一个庞然的大型的一个铜器吧。这是一个大约高度50公分、直径20公分、重达几十斤的团形器物，扁圆体态，它的名字叫淳于。淳于的侧面雕刻着一幅苍鹰图案，整幅画仿佛一笔连成，洒脱自然，苍劲古朴。这只苍鹰的形象，不由让人联想起某些金器的造型。看起来，这个墓主人对搏击长空的鹰，有着非同一般的喜爱和崇尚。和淳于在同一架子下出土的还有2个小器物，分别叫铜铎和铜筝。之后还发现了几个铜铃。淳于、筝和铎是古代军队在作战时使用的打击乐器，它们在同一个架子上组合出现，在汉代考古史上还是第1次。那么这个神秘的地下坑穴是不是堆放军用物资的仓库呢？发掘工作在谨慎地推进。一天下午，考古队长崔大庸到济南参加会议，考古现场由副队长黄道国主持挖掘。这样下午吧，我们3、4点钟的时候吧哈，我们的清理竹节器嘛，发现一个绿色餐的一个物品，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用竹签吧，一直提越来越大啊，因此呢，大约有30公分高吧哈，很高，而且上边呢还有一个钮，还有铜销，上面花纹呢雕刻得很好，用刷子一刷呢，就像新的一样。当时呢，我们很紧张，哎呦，这是不是个钟啊？工地上就是黄道国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工地上出的可能是这个乐器编钟，我当时我一点不相信。让人们困惑的是，在古代，编钟是重要的礼器，象征着地位和权势，它怎么会和普通的军乐器混杂在一个坑穴里呢？结果就是露出来2个部分，确实是编钟的俑钟的俑那部分。当时我做这个东西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多乐器，就是这么乐器，所以大家也做得很仔细，很小心。一整套编钟被渐渐后期已经
主人肯定是一个地位极高的王侯级人物。随着一个个陪葬坑的出土，墓主人的面貌似乎渐渐清晰起来，但也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历史。和玩乐用的骨牌，也许都是主人生前喜爱的物品。在清理的过程中，考古队员忽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们竟然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鸡蛋，好像刚刚掉到土里。鸡蛋品的保存比较好，当时呢，我们就工作很细致的哈。用个小刷子，就像给病人做手术一样，一点点的把那黄泥啊，都给它剥离开，生怕再受损失。到剥离到最后呢，哈，又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鸡蛋给捧出来。当时呢，我们开玩笑嘛，你说，是应该叫千古一蛋了哈，因为按照西汉来说，就现在2000多年了嘛哈，这个鸡蛋保存的很好。最容易破裂的鸡蛋，竟然保存得这样完好。而坚固的车马却早已腐朽，这是历史跟人类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。在封土中发现了坑穴，在汉代考古上还是开天荒第一次。这些坑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由于这些坑穴都叠压在封土中，人们判断它们不是与墓室同时挖建的，而是在墓葬封土的填埋过程中形成的。坑里的埋葬物多为马、牛及小型俑类等非食用品，显示出它们具有祭祀的性质。专家们因此将这些坑穴定性为祭祀坑。祭祀坑的发现说明，陵墓在埋葬过程中多次举行了复杂的礼仪活动，这么做的用意何在？实在令人费解。在一个祭祀坑中，还发现了2具牛的骨骼，而这2个牛呢是呈挣扎状的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后腿啊又往前起的那个姿势，另外一只牛呢就卷曲在一起，那个腿朝上。而这个坑呢又没有这个顶盖，没有顶盖的痕迹。那么我们判断了这2个牛呢是被活埋的。牛在古代是很重要的牲畜，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和能力用整头的活牛祭祀。那位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哪位王公呢？他为什么和同时代的其他人都不一样呢？经过1年多的探测和发掘，考古队基本弄清了骆庄汉墓的总体布局。地下主墓室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树穴木椁墓，环绕墓室的陪葬坑和祭祀坑一共有36座。骆庄汉墓的墓葬本身比较大，你比如它的主墓室的面积，上面的开口是35米乘37米，1295平方米，这是比较大的。另外2个墓道的比较长，东墓道有100米长，西墓道呢有40多米长，就是整个这个墓道加起来的长度，东西长度约200米，
像我们一个大操场一样那么大的外面，所以说从它的整个规模来说呢，是比较大的。那么目前来说啊，和这个其他地方发现的西后诸侯亡陵比啊，它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之一吧。墓主人的地位已经不言而喻，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人，无疑是西汉初年的一位王公。墓葬本身的一些奇特现象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搜寻墓主人的信息。36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上中下3层排列，最上面的一层在西墓道的北侧和南侧，往下近1米的地方是第2层，位于西墓道上侧和东墓道南北2侧。最底层位于墓葬的汉代原地表以下，是一些比较大的坑穴。为什么会形成3层排列的奇特格局呢？考古学家分析认定，墓是在主人下葬后，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，所以才有多层坑穴墓葬遗迹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，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？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，应该是在短时期之内形成的，它不会敞着口袋在那儿练10几20年。它不管采用临时挖、临时埋这种办法，还是采用预先挖好流出通道这种方法，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土坑墓要是在这儿放10几20年，每年以前的雨水比现在大，那早把它冲得很不像样子了。所有现象说明，在墓葬刚刚开工后不久，墓主人就死去了。西汉的王公一般都在即位当年开始修墓，由此推断，墓主人在位年月比较短。他是死于意外吗？还是死于征战？或者有什么政治阴谋？这个神秘主人的背后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在陪葬坑和祭祀坑中，陆续发现了20几枚封泥，它们成为解开墓主人身世之谜的关键。封泥又叫泥封，是古人封简文书、信件、货物时盖有印章的泥团。在墓葬中发现封泥，往往能找到墓主人的姓名或官职。骆庄出土的封泥上大多刻着吕大官印、吕大官城、吕内史印、吕大行印的字样。封泥的称谓虽然不同，但都由同一个字吕。那么吕是什么概念呢？以前发现的大量的封泥呢，也证明，那么凡是前面不带国号的，都是中央级出来的封泥，都是中央政府出来的封泥。凡是地方诸侯国出来的封泥，前面都带着这个地方的名字。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是出吕，它肯定跟吕国有关系。据史书记载，汉代被封的吕国只有一个，建于公元前187年。那时的西汉王朝实际上被一个女子统治，她叫吕雉，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。刘邦死后，吕雉控制了继位的皇帝，掌握朝政大权。《汉书》和《史记》里面明确的记载，在这个汉高祖刘邦去世以后，吕氏当权，惠帝上台，吕氏当权。吕氏呢，当时候由于刘邦去世了以后呢，他就封他的家族当诸侯或者当诸侯王。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吕后大力封赏吕家亲戚。他把大哥的儿子吕台封到济南郡，建立吕国，都城东平陵。
吕国先后出过4任国王。如果骆庄墓中埋葬的真是吕国国君，会是4个人中的哪一个呢？根据文献的记载，吕国先后存在了只有8年的时间。8年的时间，那么这8年当中呢，有4位国王，第1任就是吕台，第2任是吕嘉，第3任是吕敞，第4任是吕大，这几个。那么这4任国王都会什么结果呢？那么根据文献的记载，后3位国王都可能是在被辛留灭的时候把他杀掉的，就是属于非正常死亡。那么从墓主人这个当时候埋葬这个风俗和他的制度来说呢，和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呢，那么只有正常的人死亡才能享受到这么比较规格高的这种墓葬，而且非常讲究。只有吕台生活在吕氏家族掌权的鼎盛时期，拥有这样豪华的坟墓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而墓葬的超大规模违反了西汉皇室的一些规制，这也和吕氏家族的飞扬跋扈相印证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吕台即位后第2年就去世了。这一点又正好和墓葬的某些特点吻合。那么是谁的墓葬呢？后3位国王不可能，那么唯一的可能只有是第1任国王吕台的墓。吕氏家族的兴衰犹如昙花一现。由于刘邦曾和大臣们共立“非刘氏不忘”的誓约，吕雉封诸吕为王，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强烈反对。就在吕台封国后6年，吕后病死，政治形势急转直下，反吕势力纠集军队，很快就制服了吕家。曾经的耀武扬威，转眼间变成了噩梦。所谓的亡国不堪一击，尊贵的诸侯王死于非命。吕台也许是幸运的，他长眠地下，免去了一场人间浩劫。但是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，仍然存在谜团。但是考古队发现，就在墓室上方，分布着10几个大大小小的盗洞。当地老百姓说，土堆子有多高，洞就有多深。这个盗洞恰巧位于主墓室正上方。如果盗墓贼已经进入主墓室，很多古代的信息就可能被破坏，墓主人的身份也许就永远解不开了。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墓，考古队目前还不急于打开墓室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如果墓室保存完整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那黑暗幽深的地下宫殿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？汉代帝王历来有用柏木的黄心做料，端头都一致向内搭建地宫椁室的习惯。北京的老山汉墓有过，这里也会有吗？这里面会有金缕玉衣吗？汉代帝王也有用玉片遮体的喜好。河北的满城汉墓有过，按规格，这里也该有吧。这里面有帛书汉简吗？汉代时还没有纸，人们都只能在丝绸和竹片上写字记事。湖南的马王堆汉墓里曾经发现过很多，这里也会珍藏着吗？几千年漫长的岁月，
模糊了历史的真相。沉默的土堆保守着主人的秘密，把曾经的富贵绮丽和沧桑故事深深地掩埋。今天的我们只有耐心等待，在未来的某一天能解开心中所有的谜团，重新靠近2000多年前那位神秘的王公。